得1点。感觉在咬我，哦，又吃到它的尿了。我们都已经了。我也去。对了，有进去了，先离开，你先离开。喷照原路哦，这里有要出来的，雄风公的，没有公的，完全出来只是为了打炮用的。内行的。这一只就是明年的生力军，捏出来这个就是有刺的，它上面那个白白那一块是风，扎下去会总会变模糊那一只。你用吸尘器哦？嘿，有看过吗？没有，没看过。哎，一打开瞬间就没了。哎，我好像在玩什么游戏哦？哎，这个如果是一个那个手机游戏的话，应该蛮好玩的。来，等一下，你等一下。哎，我没有看过这么温驯的虎头蜂哎，你还要骗它出来哎。有一句话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去深入虎穴。以往啊，捕蛇、捕蜂，你家里有任何事情，你就是打电话给消防局就对了。消防局呢，就会派人来帮你解决所有的一切疑难杂症。但现在这种危险的任务，通通都委托给民间的专家，而我们今天就要来去找这些民间的专家，深入虎穴来去找虎头蜂。然后这里呢是一段连绵不绝的山路，本人我很会晕车，所以我决定自己开车。开的不是我的车，开的是公司车。公司车，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不好说。每年9到11月是虎头蜂的繁殖期，也是它们最凶猛的时候。民间捕蜂人员受理各地农业处转接报案案件后，开始进行捕蜂作业。其中呢，以黄腰虎头蜂占约90%最多。而我们这一次上山要捕捉的黑腹虎头蜂，据说习性凶猛，攻击性最强，也是蜂群蜇人致死事件中最常见的主角。林经理，哎，你好，你好，我是小豆，你好，今天要麻烦你们，就是，这是本人第一次来参与，就是捕虎头蜂，是，然后而且虎头蜂，我们这次要接触是最凶猛的，叫黑腹，对啊，它的学名叫黑龙虎头蜂。黑龙虎头蜂，对，它的学名。它到底有多凶？它的攻击性非常的强哦，一般它的繁育范围大概在它巢的周围大概500公尺左右。500公尺？对，是的。它现在蜂在哪边？在上面。我们现在离它多远？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这边它靠近马路，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距离它是不到100米。啊，你刚刚不是说500公尺？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讲话不要太大声，不要做惊扰的动作。我问一下，每一年在台湾有被虎头蜂蛰咬出事的，都是这种虎头蜂？大部分都是这种，而且登山客居多。为什么？它是出现在？因为它会一般出现在中海拔的山区。中海拔？是的。海拔多少？大概海拔大概200公尺以上，对，到海拔大概700公尺以下，基本上是这个虎头蜂聚集最多的地方。对。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们呢一定要着装。哦，这是我们安全的一个防护，这个是制式的太空装。对，那而且好厚哦。对，这个比较厚。对，那安全的防护很重要。对，好像拿到一个就是家里面菜瓜布的厚度对不对？但是我抓那个是内外衬啊。内外衬哦。过去只剩它单内层。对，它单内层是蛮厚的。对，至少要5mm以上啊，但是因为做安全都至少有1公分。大哥怎么称呼？黄正谋。哦，好，黄大哥你好。我经理介绍这窝虎头蜂是我从树上拿回来调养的。哦，那这你多久以前拿回来调？7月初，国历7月初，然后到现在3月。从小在梅山长大的黄正谋大哥，跟着爸妈一起在山上经营民宿，除了种植茶叶，笋子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也因为野猪抢食，黄大哥自学设陷阱抓山猪，被村民戏称为野猪骑士。就连凶猛的虎头蜂也成了他捕捉调养的宠物，简直就是全能猎人啊！正好侦察蜂先来，侦察蜂因为感觉异状，他就先来。对，那一只侦察蜂如果可以，你就先跑；如果可以，你也可以先跑。
直接跑掉，就也就是说，被它的防御范围之内，它就开始了想盯你了。对，哦，但是它不会马上盯，它派那一只先看一下哦。哦，我懂了。那对待会儿先帮你先做着装的动作。好啊。这一件的话，我看一下这脚哦，43我可以，43我可以。一般来说，我们捕虎头蜂的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对，我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告诉现在所有的人，对，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为什么？好安全性，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像今年所有新闻，这是不是真大蜂？不敢提啊，讲黄角，吓我一跳。黑拉卡，今年新闻报那么多，不是这个不是哈，捕风出问题，那是黄角没关系。等一下。哦，这是什么？黄角虎头蜂，黄长角虎头蜂。哎呀，对，这也是一种虎头蜂的一种。但是它没有那么的，没有它攻击性没那么强，它会靠人而已。它习惯就是打死就。你看到人家专家在做什么事情？一来只要有一只，不管怎么样，先击落它，要不然你等下会有50只。据说所有的虎头蜂里面，只有土蜂和黑尾蜂会主动攻击人，尤其黑尾蜂会喷尿液攻击。除了换上厚重的捕蜂衣，护目镜更是重要。所有装备一定要穿好穿满。真的要注意一下。脚来了，你还不穿快一点吗？你快点啊！等一下，来，不要紧张，哎，我来一下，我来。会惊得好。哦，你有没有像我这帽子前面顶到，我就不会弄到了。哦，没拄啊头前啊。黑啦。要处理。那问一下哦，如果说以我们虎头蜂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泡酒，对不对？虎头蜂你们在下海做什么？哦，其实它的蜂毒可以应用在面膜上。可不可以让我们大家赶快先换装？哦，你们要换装？我们都还没有换，然后你已经穿好了。对，都已经一只黄脚来了，你们还不换装？你们在干什么？因为你一直讲，你都不停。不是，我很紧张啊，你都不知道。那可以让我们着装了吗？赶快换！大哥，我们开始来着装哦。你们注意安全。黑龙虎头蜂的魅力，什么的魅力？魅力啦！脚踩清楚哦，因为穿装备哦，视线没那么好。那你确定我的手套这些它不会钉进来哦？不会啦。我觉得我穿太少了啦，而且我鼻子好痒。哎，那个360的金棒啊，来，我去放。你穿新的无衫，你莫行伤我，莫甲摕着。我们现在呢要准备靠近那个虎头蜂的蜂巢，然后我们大哥鱼先去摆360的摄影机，因为大哥鱼身上跟我们身上穿的都是一样，这一套是新的，所以没有被虎头蜂蛰过跟叮过的。但是我们黄大哥身上的哦，哎呦来了！黄大哥身上那一件呢是以前有采过蜂的，所以他身上有费洛蒙。他今天是牺牲了他自己，因为他那件都没有洗，所以那上面的一些攻击费洛蒙跟防御费洛蒙很多，所以蜂都会去找他。靠近我啊，等一下会更多啦，所以你比较安心。你又有什么问题了？不是啦，不是我有问题 OK 吗？我的眼睛一直起雾啦。护目镜要戴哦，等一下开始喷哦。等一下哦。好，等我说好就可以走了。好。那你等下教我怎么做哦，那个。过来要带更多给我了。哇，全来了。还没，一点点而已。这一点点而已。好了，等一下我敲3下你就知道了。我敲3下就好，不要敲太多。是啊。他们太夸张了，我这里都一直轰轰轰的声音呢。好哦，可以吗？可以哦，你 OK 吗？我 OK。好，走。黑龙虎头蜂的魅力。在咬我。哦，又吃到它的尿了。哎，你看它身上还在咬我。我们都有我也是。对了，有继续啊！先离开，喷到原路哦。
台湾第一点。你确定我身上他不会听到我？你确定呢？你看他身上，你来！他都会撞我身上我一直撞啊。等一下捞一捞，丢到袋口去，那个也给捞关。太夸张了吧！我就这样捞就好了哦。我还没交呢。啊！感觉你在咬我。等一下这个太大了，你不要敲哦。到了哦。等一下。啊！哇！也太夸张了啦，这声音。我吃到它的尿了。土的。机械不好，你不要帮我砸蜂巢嘞。刚不是说敲3下？到了，一捞你的风。一捞你的风啊！我怎么捞？你捞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啦？然后要往准备把它拆下来。你要把那一些风已经都差不多了吗？没有啊，有一些因为大哥说他眼睛稍微有弄到，然后至少把它包起来，把它定下来，等一下，包回家处理就好了。哎，我眼镜好重。对了，有听进去啊。我们到底先离开，你先离开，我把它拆下来，我再来处理。然后你们先离开，按照原路哦。
蜇人后会发出强烈的警报费洛蒙，招来更多的同伴加入攻击行列。而我们虽然远离主战场，但身上还围绕着数量不少的虎头蜂，因为前面路人并没有安全装备保护，为了避免这些追兵趁乱蜇人，我们只能先设法将身上残留的虎头蜂打死，再到下方比较平缓的地方解除装备，确认眼睛的伤势。确认一次。你身上有没有？我应该没有，对你的应该都没有。破电哦。对。他也太夸张了！你知道他刚身上是怎样吗？你知道我的画面是什么吗？我的画面就是像现在你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样，就一直这样，然后全身上都是这样。但是你要帮我帮他把它解开看一下好不好？现在可以解。可以，都这样了吗？对，我上来解，可以。没想到我的人蜂大战初体验，居然出了这样的意外。但上面的战场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休兵。为了避免蜂群乱窜造成更大的危机，黄大哥独挑大梁，接手后续的收蜂作业。我全身是怎么了？我是洗澡是不是啊？这是抓虎头蜂的痛苦的地方。啊！眼睛不要，眼睛先闭起来。哎，帮我擤一下鼻涕好不好？拜托。谁帮他擤一下鼻？哦，我是怎样都不能自理了哎。啊，你也给老公哈，这个拿水冲一下脸。哎，明洗一下脸，那个脸稍微洗一下。好了，这个我觉得比盐水风暴还夸张哎。哇，我本来以为盐水风炮或是什么那种元宵节风炮是我看过最夸张的事情。哇，我觉得捕虎头蜂，其实这不是人干的呢。确实是，这是一个不是很轻松的工作啦。我觉得我这件衣服上应该都是他们的尿，你看。这是你的汗呐！不是啦，真的。应该是不会他的尿啦，但是那气味很重啦。没有那么多尿了。对啊，来再洗一下。大哥说，今年因为较少台风登陆，所以山区里的蜂巢才会特别多又特别大。结束惊险的人蜂战役，我们摄影师终于能够卸下装备，清洗那早已红肿不堪的眼睛。为了拍摄，硬撑到捕风结束，真的是太敬业了。而这个可怕又危险的杀人武器，怎么可以让他们有机会继续危害人群？事不宜迟，赶快回去处理。哎，你不要让他靠我太近，他会叮到我啊！近一点哈，别惊啦。哦天哪！他现在要怎么做？直接放在这边吗？对，你那边先下，那个放了，我放手了。好，放没问题。你确定哦？好，你放我再弄。他现在要怎么？你现在要做什么？现在就是把那里面所有的成蜂抓出来。你抓？哎，你戴口。哎，有绑啦，别惊啦。好，你要把所有成蜂抓出来。对啊，你怎么抓啊？先利用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昆虫都有向光性，所以
让它在光亮的这一面，先把袋子扎高一点，让它全部飞，让它全部都飞到这边。哦。以往大家都是这样抓哦。没有呢，有些人自己会在有些稍作改良。哦，声音出来了，有听到声音吗？你等一下你。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在里面就是这个声音，而且是放大。哎，这风都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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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是这样子。然后大哥，哎，虎头蜂没有蜂蜜，对不对？对，只有蜂蛹跟蜂而已。这个声音好恐怖哦！这个就抖一抖，让它等一下爬上来就集结一团。这声音好恐怖哦！哎，没有。有没有？很恐怖哦！这就是我们刚听到的。你怎么抓？我不知道啊。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抓？如果是我连去猜我都不会去猜。我会用个早期我爸他们都是用个锅子加些米酒头或者是高粱，高粱比较快，米酒头比较慢，然后放进去抖一抖，它就下去了。哦，因为虎头蜂它的毒液跟汁液，它只要碰到酒精就马上稀释就没了，对，一次而已。哦，对，所以我们要快又有效的方法，就怎样？拿一支管子来，然后嘞，然后插进去，嘿。就搞定了。你用吸尘器啊？这有度的这个就是它里面还有排泄物，封住的，它夹出来就会像这样排泄物，完全没有，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养宠物的，我给它吃这么好哦，我们都吃好好哦。这里有出来的雄风公的，没有真的，完全出来只是为了打炮用的，内行的。待完第一点，要快又有效的方法，就怎样？拿一支管子来，然后嘞，然后插进去，嘿，就搞定了。你用吸尘器哦？嘿，没看过吗？没有，没看过。哎，然后就这样，然后一打开，瞬间就没了。真的吗？啊，真的啊，你不信哦？好聪明的方法。先把成风都吸一吸，然后会出来的，敲一敲，还会继续出来。哎，真的哎！借我玩，没玩过。注意哦，网子上面不能有风哦，它会扎从网子过来，也就是要看网子没风才可以去握。我好像吸到什么石头一样。对，因为它风昆虫那个壳是硬的啊，它等一下爬上来继续吸就很快啦。哦，等它爬上来就好。哎，我好像在玩什么游戏哦？哎，这个如果是一个那个手机游戏的话，应该蛮好玩的。这个不是打地鼠哦，哎，不能打下去，只能吸。黄大哥的创意真的要给你100个赞！将吸尘器吸尘口放在网子里，凶猛的虎头蜂立刻乖乖就范。而拆解后的蜂巢注满了滋补养生的蜂蛹泡泡，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由大嫂来接手处理。我现在好像在做某种家庭代工哦，是不是？对。啊，你们家也蛮妙的哈。男人就是属于做那种危险的事情。对。啊，女人就是在这边这样垫了，挑着。他拿回来之后，我们就负责做。负责拆。对。他拆好，然后我们就负责夹这样。好，这里面你这样夹，我看你们有分开来，你知道分哪几种等级是吗？我们就有分像这一种，就是有肚子的。有肚的。像我们现在夹的这个就属于有肚子的。那。这个就是已经像这个封住的，它夹出来就会像这样，没有肚子。那是什么？因为这有肚的这个就是它里面还有排泄物。哦。那这一种的话，它就是它的排泄物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像这一种的话，很多就是养宠物的。我给它吃这么好哦？我们都吃好好哦。啊，为什么不是养宠物的给它吃那种有带排泄物的就好？人吃才是吃干净的嘛。因为。很奇怪，宠物很奇怪，就是有带这种排泄物，他们不喜欢吃。哦。那这种没有排泄物的，它就很爱吃。这摸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很疗愈。你闭着眼睛去摸它，你觉得哇，好疗愈哦。
真的。啊，够讲话，恁是经好袂？阿伯，哪个这多啊？源源不绝。哎，这里有要出来的。有啊。这个，哎，它有没有刺？这有没有刺？这有没有刺？那一只还没来，看那一只怎么刺激。哦，啊，这一只，不要弄啦！雄风公的，没有真的，完全出来只是为了打炮用的。内行的。黄大哥，你帮我们分辨一下哈，就是说，就以虎头蜂来说，它有3种功能，像这种，它就属于专门来延续后代的。雄蜂，哦，所以雄蜂，你去生小孩吧。对，然后再来呢，等一下大哥会拿来有刺的。你麦克给我点掉嘞，对呀，就剩了。就好胜。这个你看它没完全死，还在扎，我们假的。他不会吃到我啊？不会啦，你手不要去碰就好了。而且捏出来这个就是有刺的，它上面那个白那一块是蜂毒，这就是蜂毒，那一滴就是蜂毒，扎下去会肿会过敏，就是那一滴。哦。大只的，好，等一下，屁股又长又大。这个先放，丢旁边就好了啦。好，又长。这个会不会刺？这个也有刺。哦，哎，你为什么都不怕它刺啊？哇，你看，好。这一只就是明年的生力军。等我一下，好，你手放。你看，在这里。你看，在这里，你看。有没有？加。有没有？还有一只啊。你看，有没有看到它的刺？就这个。这样懂了吗？就教到你一个虎头蜂怎么分辨，而且这种整个屁股全黑的哈，千万不要碰，这个太危险了，超级危险。自古以来有许多文献都记载，虎头蜂不论是蜂体或是幼虫，都是很好的天然补品。黄大哥说，虎头蜂酒是摘除蜂巢后的战利品，据说喝了可以够贫困，但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啦。至于剩下来的蜂巢，除了可以当成中医药材，听说有人把它当成宝，而且成了价值不菲的艺术品。蜂窝可以变成艺术品，而且还是虎头蜂。大哥，你好。讲过不？哎，问一下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哈，这个有时候人就是有一个比较级的心态。当你看过黑腹，你现在回头来看黄腰，你就会觉得，黄腰好可爱哦。看一下，哎，这个起码来这购物不？来这购物胖吗？有，还是有。你动它的话，它会跑出来。那跑出来会怎样？一定啦。你去过没啊？不要。虽然说黄腰比黑腹呢攻击性稍微小一点，但是它还是有攻击性的，所以在野外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去碰它。然后再来就是说，黄腰的怎么讲？过冬的季节，哎，对不起，我影响到你飞回家了，它飞回去了，没有挡到它回家的路了。对，你现在做的这个是篮子的造型，对，你觉得它整个做好需要花多久时间？明年只要开春之后会好了吧？大部分这段时间是开始在收了，收那个造型比较漂亮的形状，今年差不多有收个2、3个，已经收2、3个了。对，好棒哦，好棒！啊，你还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有，有什么？看一下，等一下一个很又大又漂亮，像我们那个101大楼那种形状。101，对。101耶，是立直的哎，蜂窝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对，它特别高，而且高耸，而且整只就立起来。那也是你特别设计的。对101造型的蜂窝，真的有可能吗？爱蜂成痴的蔡大哥不但把虎头蜂当宠物养，而且今年已经迈入第41个年头，不但养出了兴趣，为了让这群蜂人们帮助自己建造出想要的造型窝，还得帮他们夹菜吃好料。我们去盖虎头蜂，它房子盖的用什么东西盖？材料啦。对。我觉得你蛮厉害的呢哈，你就是要养虎头蜂，
然后要做造型，然后连他们的原料、建材你都帮他准备好了，这样子它造的会更快更大。这个是什么？你等一下，我没有看过这么温驯的虎头蜂哎，你还要骗他出来哎，好想吃，等一下。啊，也来一点，也来一点。哎，我没有看过摄影组速度这么快过。哦，你们刚刚好像每个都是什么漫威里的超人呢。待完第一点，建材你都帮他准备好了，这样子它造的会更快更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房子的那一种块木 Hinoki 啊？对对对对，这个已经老旧了，可能稍微有一点味道，但不是很有，还是有。我这都是他们啃咬的痕迹哦。这个里面的白白的都是咬的哦。他们把它用嘴咬脆。然后配上他们的唾液，你看，对，就把它然后就可以粘回去，一块，然后带回去。哦，它差不多一只蜂来这边5分钟才可以带一块，5分钟才带一小块。对，然后飞到它的巢，然后等一下粘这样。我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你会知道它5分钟？你就蹲在这边一直看它，有力气夹。对啊，然后就击死。想不到块木居然是让蜂窝可以坚固的秘密武器。每年7月初，虎头蜂开始筑巢，大哥就会去野外将它们带回家调养。10月底到11月初，蜂窝大致完成后，他就会引蜂出巢，而101蜂窝就在温室的后方。但因为我们没有安全装备，他得先进去用卫生纸将蜂窝出口塞住。这个这么恐怖的事，你确定你有塞？没有了哈。有。不是啦，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外面剩下1只而已。一只没关系。一只你不怕哦？叮也叮我，你怕什么？哇，大哥，你去在旁边，我看一下那个比例有多大。你去看一下它的比例。哦，这么大呢，到你的大腿了。对呀，差不多。天哪！它整个高度就这么高，跟那个腰一样高。哦，好大哦！等一下，那你等一下，你是要？你们不要怕啦，进来啦，躲这么远干嘛？你看，跟我讲说没事，来，你去拍，全部都给我躲在最外面。我等一下塞好了。我等一下把它抱出去。我看一下。所以等一下，大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虎头蜂来说啊，它的那个出入口只有一个，大部分只有一个。对，大部分的虎头蜂7成左右的虎头蜂到最后差不多，它出口只有一个，只有2-3成有，它会做第2个、第3个。哦，那你现在这里，你确定它只有一个？对，后面有一个小洞的，我也塞住了。哦，吓我一跳，我还说后面有一个小后门，你没塞，我塞住了。你别怕。好，我们现在把它拿出去前面看好了，好不好？好。你是刚好要拿出去是不是？对，刚好你们来。你确定你有塞好？你不要到一半掉了，我是不会给你救哦。你唔好卡起来，你别冲啊！我把它塞得更紧一点。你会怕对不对？会啊，我怕，我也会怕啊，当然怕啊。天哪！好，那我出去等你，好 ，OK，这太恐怖了，我就抱出去了啊。好，你等一下，我先出去，你再抱。我先出去。蔡大哥说，眼前这圆锥状的101蜂窝是他今年7月从足球大小开始调养，不到5个月的时间，现在变成这个模样。为了保持蜂窝的完整性，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引蜂出巢。你放心好了，我塞得好紧哦。你看这么安全，拔不大出来。有声！不要动，不要再敲了啦！你有听到对不对？有啊。不要怕。你蹦来！等一下，来，等一下，你等一下啦。
哎，我没有看过这么温驯的虎头蜂哎，你还要骗它出来哎，你刚有听到吗？好大只哦！你听。好，来，趁这个机会，你看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虎头蜂它正翅的时候，你看它也是两对翅膀，然后它上面有一个翅膀，下面有个翅膀。叮一下看看，那不会很痛。那这种风叮下去可以治那个，不是可以预防那个风湿啊。来，你对那条。我们就是没痛啊，我没有常常被叮啊。哦，我跟你讲，大哥鱼腰痛了。好了，大哥鱼试一下啦，搞不好这几 K 呢，你的腰的病变给我。等，给他，等一下啦，打开。啊！我就跟你讲，我靠不住，把它掉了。又一只来了，在哪？你们的吸不滑，然后传来给你们，你们赶紧的。今天吗？哎，不是，我学一下，你讲这个我。我看这，你也惊呀？出来了！你用抓了，你用抓。你夹的啦，你夹这个我看一下啦。加起来，哦，你要来一点。功夫比我好，我唔用安尼点，我用手直个抓。啊，伊会甲你点。哎，我没有看过摄影组速度这么快过。哦，你们刚刚好像每个都是什么漫威里的超人呢，还有布阵的嘞。哦，它还是会攻击啊，但是不严重。你看，那真超夸张的，你盯到自己了啦，笨蛋。它还会分泌一些它自己的那种尿液啊，它自己口渴的时候，因为把它塞住，所以它没有喝水，就吃自己的尿液。大哥鱼，来，你腰要好了。大哥鱼，你的腰要好了。大哥鱼，好了，进来了，你腰背后啊。你开车要不要好好开？告诉我你要好好开车。太我头晕，我觉得虎头蜂比什么都好用。除了在养虎头蜂玩出兴趣的蔡明勋大哥，也喜欢动手脚，让虎头蜂窝变得更有造型。收藏41年，超过350个各式各样的蜂窝。大哥不但能随心所欲养蜂、雕塑蜂窝，最夸张的是破掉的蜂窝，他居然也能补。要不要你要那补？你要补虎头蜂以前，你要收集各年的那个虎头蜂的那个年份，比如说这个是3年前的，对，我就拿3年前留下来的虎头蜂的那一种坏茶，对，颜色是差不多，你要是颜色相同的，哎，它的年份就会一样，对，哎。台湾第一点，所以年份不同，颜色不同。对，就是不一样。应该怎么看？拿一个来比较一下，好像这个是。对啊，对，颜色也不一样啊。有没有？这就是比较黄。对，这个的土的颜色比较黄，这就白的。这比较多年的，它多年氧化以后，它会变成越来越黄啊，然后由黄转黑，稍微黑一点。褐色，对。哦，好，来，你拨过来。现在固定起来。哇，我先把它连着，把它。你其实这样子，我就已经觉得它是一个异形的造型，它就是一个嘴巴，刚吃完水泥。16岁接触第一颗虎头蜂窝，蔡大哥从此开启了这条
疯狂的收藏之路。40多年来，大哥调研过上万颗蜂窝，但每年的造型蜂窝成功率其实不到5%。而这些得来不易、堪称纸糊的艺术品，随便碰撞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也因此，蔡大哥自己研究蜂窝的修补技术，慢慢累积经验。现在即使造型蜂窝有损坏，经过他巧手修复，至少也能恢复80%。再来看看大哥还有哪些作品。这是帆船吗？对，是不是？这个过失哈，就是说他要做以前，我把那个白铁的线，对，我随便把它拉10几只在那边，结果他自己就罩上去了。哦，他每一有那个铁线呐。对。啊，我就随便拉看看，只是在试试看看会不会坐上去。这个也很漂亮，这个是你用仙人掌火龙果的。火龙果，他就坐在火龙果的上面。哦。这个也蛮漂亮的，蛮漂亮的，蛮有创意的。对，有人会这样自己说自己吗？他说蛮有创意的。大哥还有这个，我刚刚远远就看到。哦，这可以拿下来吗？可以，小心啊。吓到他。这个已经，你像 Hello Kitty 呢？这是也是第1年的。哦，你还特别把它喷漆喷起来。这个已经喷了它6次了，所以这个可以摸的，你可以直接摸。它可以敲吗？敲一定破。很像哈。对，有点像。真的这个造型太那个了。但是我知道你们这边有一个让你就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作品。然后听说有人要出，就是非常骄傲的作品。然后听说有人要出多少钱给你买？10万块。10万要跟你买蜂对啊，不是那个蜂窝。蜂窝那是我第一个有造型的蜂窝。真的吗？对呀。在哪里？在里面。真的。好，来看一下，找门口。在哪边？在这边。看一下。这个是我第一个斧头。像第一个有造型的斧头就是从这个开始的，所以就类似像菱角削的概念，对不？像猫头鹰哦，对。但它不是本来还有耳朵吗？你有帮他做耳朵吗？没有，他因为刚开始做的话，没有办的时候那么完整。好漂亮哦，30几档啊，虎头蜂啊，它为什么大家把它当艺术品来买好了，出这么高的价钱？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会想要买虎头蜂的蜂窝？这几年蛮风行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说，像前几天有个白河的客人过来，他法师指定他要买虎头蜂场，因为他怎么治都不平安，他就是法师就说你去找虎头蜂去。正在那边，我以前是不是好像也有听说，一个神像要安坐的时候，他会把虎头蜂放到里面，对不对？那是另一种，它是比较虎头那个神像放虎头，它的那个神像会比较威跟猛，还有凶所以它也有一个就是趋吉避凶的感觉。对。当法器用就对了。对，还有一个作用这是日本传说啦，日本。他喜欢摆虎头的，那就是计重，让你因为你看一个虎头这么小，它里面就5、6千只，5、6千只，甚至3万只，一个小的地方，而且它可以计重，所以虎头也有这种，也有这样的说法。日本就是比较相信这一种。懂了。以前对虎头蜂的印象总停留在虎头蜂酒。这一次跟着专家和达人一起探索虎头蜂世界，才发现原来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宫庙里的神明开光会使用虎头蜂来当活宝。蜂酒除了喝，还可以煮成滋补的鸡汤，还有人发挥创意，将蜂蛹当成内馅，做成美味的月饼。原来这些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杀人蜂，与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接近。
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